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叶子。这次要来分享的是全植物香蕉甜点。我自己非常喜欢吃香蕉，那这次就来制作在网络上找到的3款香蕉甜点食谱。有一款觉得稍微调整一下就很不错，有一款真的觉得要大改，因为真的很难下口。还有一款是觉得很新奇的口味，所以不多说，我们来看吧。那第一款看到的是香蕉太妃派百惠，这一款主要是因为我很想吃香蕉太妃派 Banoffee。那这次网络上找到的这款百惠甜点看起来很不错，但我有稍微调整一下，以经验来制作出我喜欢的版本。那成品真的非常的浓郁美味。那这一道甜点有3个层次，先来制作燕麦碎，是代替派皮的部分，烤箱以175度C 预热。在一个大碗内放入传统燕麦片、椰蓉、切碎的核桃以及1小撮的盐，把它们混拌均匀。中间挖一个洞，我们倒入枫糖浆、融化的椰子油、1小匙的亚麻籽粉以及1小撮的肉桂粉，把它们全部混拌均匀。这个其实有点像 granola 燕麦谷片，但这次是把它做的比较松碎的质地。之后取一个烤盘，上面铺烘焙纸，再把刚刚的混合物转移过来，用刮刀把它铺平。我们就把它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以175度C 烘烤大约10分钟左右。等待的同时，我们来制作焦糖层。那这个焦糖层主要的食材就是椰枣，建议是先浸泡于水中让它软化，之后把水沥掉，再把椰枣放入食物处理机中，同时加入豆浆、1小撮的盐，还有杏仁酱。之后就把它们全部搅打混合均匀，直到它质地大类滑顺，然后看起来像浓稠的太妃焦糖酱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我们可以把它冷藏保存。那这时候把刚刚的燕麦碎从烤箱取出来，让它冷却之后，再把它转移到密封罐中。应该可以看到它还是有像 granola 这样子结块的。如果你想偷吃的话，我建议把分量加倍制作。那接着我们来制作第3个层次，优格鲜奶油层。我这次是使用打发的椰奶鲜奶油，你用纯素的鲜奶油打发也可以。那我先前有分享过，食谱链接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框。那接着我们把打发的纯素鲜奶油移到碗中，加入少许枫糖浆，还有豆浆优格以及纯香草精。一定要用纯的哦，因为我们这次没有要烘焙，所以要记得不要有化学添加物的。之后我们用细胶刮刀轻柔的把它们全部混合均匀。那接着就要来组合啦，注动我们的新鲜香蕉。香蕉去皮的时候，记得它尾端的地方有一个类似小节的东西，要把它移掉。那香蕉去皮之后，我们用刀子把它切成硬币的片块状。接着就拿取你想要使用的玻璃杯或是玻璃罐，加大约2到3大匙的燕麦碎于底层，再堆叠上优格鲜奶油层。接着这边可以加3到4片的新鲜香蕉切片，之后再加上椰枣焦糖层。那这边分量你可以视你容器的大小来调整。接着重复这个步骤，再堆叠上另外一个层次。表面放上新鲜香蕉，再加上适量的燕麦碎，这样子就完成我们的香蕉太妃派百惠啦。这一道甜点吃起来真的超级浓郁的，纯素的打发鲜奶油搭配上自然甜的椰枣焦糖层，还有燕麦碎，每一口都浓郁满足。接着第2个要来看的是香蕉巧克力榛果燕麦饼干。那这一款食谱是我在 Facebook 上意外看到的。那原本的不是纯素的，我就想说来制作一个纯素的版本，我就用亚麻籽液来替代这个原食谱中的鸡蛋的部分。所以制作好亚麻籽液之后，我们把香蕉压成泥。之后再加入亚麻籽液，还有椰糖。原食谱中的糖的分量少到让我有点怀疑，不过我还是照着做。接着加入燕麦片，还有可可粉。然后我这边是把花生碎改成了榛果，后来发现它有点太湿，我就再加了一些燕麦麸。之后就是塑形的部分，它还蛮粘手的，但还是可以塑形。
之后烘烤大约13分钟之后取出，把它裹上一些黑巧克力，之后表面我加了一些榛果碎点缀，接着就是品尝的时刻啦。这个燕麦饼干在我扒开的那个瞬间，我就知道口感不是那么的好，重点是吃了之后真的还不怎么甜，几乎没有甜味，所以我就决定来做一个改良的版本。那以下就是我的改良版，不得不说真的好吃非常非常多，J先生认证，所以我们就来做吧。把烤箱以175°C 预热，在一个大碗内放入新鲜香蕉，用叉子压成泥。我有把香蕉增量，一样混合亚麻籽液还有椰糖。椰糖的部分我也有增加。接着这边非常重要，椰子油。之后就把它们全部搅拌混合均匀。接着再加入燕麦片、可可粉，还有切碎的榛果，全部搅拌混合均匀。之后建议用细夹刮刀。接着，我们再用汤匙挖取大约1.5到2大匙的量，置于烤盘上。收入预热好的烤箱，以175°C 烘烤大约10分钟左右。记得10分钟左右就在旁边看，不要让它烤过头了。之后再让它完全放凉，拿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了。一样再沾上黑巧克力，表面撒上榛果碎。另外我还加了一点盐之花点缀。这样子就完成啦。第二次自己改良的版本烤出来真的好看非常非常的多，重点是一咬下去有适当的甜度，迷人的苦甜滋味加上淡淡的香蕉甜，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又健康满足。接着第三个要来看到的是可可香蕉奇亚籽布丁杯，这一款我是在 Instagram 上看到的，但好像它原本的 po 文已经被拿掉了，所以我们就来制作吧。那一开始我们先把半根香蕉压成泥，移到碗中，再加入优格，还有小匙的可可粉，我这边是用未碱化的可可粉。另外再加入1大匙的燕麦麸，之后用细胶刮刀把它们全部混合均匀。混合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这个食谱，因为原食谱看起来颜色比较深，所以我这边又融化了5克的黑巧克力加入。之后把它移到一个杯子中，稍微摇晃一下，让它均匀分布，就把它放到冰箱冷藏备用。接着我们来制作奇亚籽布丁的部分，这边很简单，就是豆浆、奇亚籽，还有一点点枫糖浆，再多一点点。然后这边是我自己添加的肉桂粉，因为我很喜欢肉桂的味道。把它稍微混拌均匀之后，一样放到冰箱冷藏大约1个小时，再取出，把奇亚籽布丁倒于可可层上，再回到冰箱冷藏3个小时左右。之后从冰箱取出，我们来制作表层。把黑巧克力融化之后，加入杏仁酱，用细胶刮刀混拌均匀。接着再加入燕麦谷片。这个做法我在以前还真的从来没有看过，所以这一次尝试的时候觉得很新鲜。之后再把混合物转移到奇亚籽布丁上，尽可能的把它延长到边缘，表面可以再撒上适量的盐点缀，这样子基本上就完成了。那巧克力我是把它再放回冰箱让它凝固，之后就可以取出享用啦。我试着把它敲碎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也是很难敲，可能太厚了。不过表层的巧克力层加了杏仁酱，真的超级超级好吃的。还有上层的奇亚籽布丁也非常清爽，就是底层的可可香蕉层，我觉得有一点新奇。我自己下一次可能会用花生酱粉。那以上就是这次我试做网络上3个香蕉甜点食谱的经验。因为平常我自己写食谱写很多，有些食谱看了就觉得还可以，有些食谱看了就很怀疑。总之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比较不一样的影片。那如果有任何想法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这次就先这样子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just get along so well, want you baby to my side.